人举手准备开始摇摆，队友们却一脸懵逼，以为他要即兴舞蹈一番，没曾想他竟脱口而出。Okay, let's ride. 然后带着几人闯进四儿子的车库，里面一排排豪车尽收眼底，红色法拉利、兰博基尼都还只是开胃菜，在这里开窗撬锁只是常规，暴力启动才是真本事。随着女人快速解码每一辆豪车，他们就像捏碎干脆面一样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车开出车库。Diana, Trisha, Nadine, and Rose are on their way. Good going, guys. 看着清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划掉，说明他的计划进展顺利。然而当他靠近车辆准备动手，却发现隐藏在远处的可疑车辆。他谨慎地意识到不对，果断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然后自然地转身离开，放弃行动，同时给手下们通风报信。原来他们的行动早就被警察盯上，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，警察愤怒地摔掉对讲。而男人之所以迫切冒险偷车，也是因为那个菜鸟弟弟闯下大祸，接下黑帮老王的一笔大订单，帮其在4天内偷走50辆指定豪车。怎料弟弟狂妄自大，在盗取一辆保时捷911时，招惹到了正在路边巡逻的警察。为此，警察赶忙呼叫支援，找到了他们的老巢。慌忙中，小弟不仅抹掉了黑板上的清单，还打碎了一盏紫外线探照灯。最终，车辆被警方全部查扣，而自己的小命也被老王牢牢抓住。得知消息的男人前去谈判，怎料老王根本就不给他面子，说什么也要逼他出山，因为这并非是一张普通的订单，他牵涉到海外黑帮势力，即使是他这个赫赫有名的黑帮老大，也是一个惹不起的存在，甚至还提前给自己准备好一副棺材。紧接着，他带男人来到废弃场，找到送进液压机的弟弟，还不等兄弟两人嘘寒问暖，老王就命令手下启动液压机。惊慌的男人果断夺下一把手枪，要挟老王关掉液压机。Consider your option. Turn it off! 1. You kill me, they kill you, your brother dies anyway. 2. You lie. You accept the job, you take your brother, you run. I hunt you down, I kill you, I kill your brother, and I kill your mother. 3. You accept the deal. You steal some cars, you make some money, and you be a big brother. 眼看弟弟危在旦夕，他只能缴械投降。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如今却落到了男人的头上。然而，作为声名远扬的偷车道圣，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。可民间依旧流传着他的传说。当年的他决定收手，竟让整个行业的失窃率下降47%。如今为了拯救全家人的性命，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再出江湖。显然，如此棘手的任务，需要找回以前的那些小弟。首先，他来到一个修车厂，老板正是自己曾经的军师。他心思缜密，一直负责幕后的所有布局。军师建议他赶紧打电话召集人马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曾经的兄弟不是在坐牢，就是常年在海外躲债，甚至还有一个被狗活活咬死，能来的人竟是寥寥无几。最后只剩下2个人选，而这2个却是最不好惹的存在。一个是医院看管尸体的雅哥，三明治咬一口就随意丢在尸体上；而第2位则是男人的前女友，对方宁可兼职2份工作，也不想提起当年的点点滴滴。眼看得力干将不肯出山，男人也不想再对他进行打扰，只能不抱希望的离开。可刚走出酒吧大门，就遭遇到一群混混的围攻，原因竟是男人抢了他们的生意，为此还遭到对方的毒打。突然，混混的车被人砸烂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人狠话不多的雅哥。他掏出手中的打火机，沿着油箱的毛巾就点了过去，很快汽车就变成了渣渣。然后简单使用了3拳2脚，就把混混们全部放倒。看到雅哥的到来，男人的内心很是欣慰。2人回到基地开始一同谋划。不争气的弟弟却带着小弟赶来，表示也要加入他们的团队。显然男人十分排斥，毕竟不是因为他，自己也不会再一次重操旧业。最后在军师的调解下，男人答应了弟弟的请求。紧接着他们开始设定计划，显然一辆一辆的凑齐，很快就会招来警察们的注意。于是决定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。随后几人分工行动，对清单上的车辆进行踩点，而男人则假扮成富豪，进入车行内摸索更多豪车。此时销售以为自己遇到大款，果断表示他要的都在仓库。当他们把所有工作全部做好，一辆摩托停在了面前，原来是前女友阿梅也来助阵。一众好友全部聚齐，剩下的就是发起最后的行动。而令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却早已被埋伏的警察盯上。这时小弟开来一辆典藏版凯迪拉克，本以为会得到男人的赏识，怎料这并非是清单上的车辆。同时小黑发现了后备箱的面粉，可就在众人为此发生争执，糟糕的事情却接踵而来。警察已经来到了修理厂门外，疯狂敲打着紧闭的大门。得知是警探凯瑟，他们连忙收拾残局，并将所有计划有关的东西隐藏，还若无其事地强装镇定。但地上还遗留着泼洒的面粉。为了能够转移警察的注意，男人假装要翻修这款凯迪拉克，可警察根本不信这个老六，掏出对讲就要查询车辆来历，同时瞟了一眼正在工作的小伙，并看到了桌上的纸条。此时警察并没有直接拆穿，而是若无其事地想体验一把动力。随着他启动引擎开始，地上的面粉被慢慢地吹散。眼看这种做法有效，军师让警察加大油门感受马力，果然加快了面粉的消失。
最后警察开心的离开，他们也成功摆脱了困境。殊不知警察也知晓晚上有行动，就这样一场大战即将打响，于是便有了男人举起双手抖动，向艰巨任务发起挑战。然而直到男人发现异常后，赶忙回到基地排查原因，原来问题出在小弟拿的钥匙上。警察顺藤摸瓜，找到了提供钥匙的销售，并时刻监视着车辆的一举一动。如今男人的计划已经暴露，他不得不把弟弟送走。然而就在一筹莫展之时，男人竟蹦出个疯狂的计划，就是前往警方的停车场盗走弟弟之前被扣押的车辆。于是几人来到目的地，由小黑吸引保安的注意力，其他人则锯开门锁，轻松盗走其中的3辆豪车。另一边的警察焦头烂额，无意间看见桌上的报告文件，上面写着上次扣押车辆的仓库里竟然有紫外线探照灯。于是他再次回到那个仓库，利用探照灯找到了所有清单，上面最惹眼的就是那辆限量版野马。出于他对男人的了解，这辆车必将是男人最后的任务。果然，男人把豪车一辆辆凑齐，只留下了那辆野马 GT500。很快带着阿美来到心仪的跑车面前，男人抚摸着汽车的脊背，小声地说着要带她安全离开。殊不知他与此车有着太多的往事，同时也是男人金盆洗手退出盗车行业的真正原因。That history has not been great, but I promise, you take care of me, I'll take care of you. 随着汽车成功启动，他们便踏上了逃亡的旅程。可刚开出车库，追查他的警察也随之赶到。男人一个大甩尾掉头，一脚油门快速冲了出去。警察还想追赶，却被一辆商务车拦住去路。车上的阿美还发出挑衅，警察连忙绕开车辆继续追逐。怎料男人精湛的车技搭配优越的跑车，犹如巨龙出海一样丝滑，即使被大车挡住去路，他也能快速倒车一路逆行，利用过路的卡车摆脱追捕。哪怕是迎面赶来的警车，他也能让车辆不受到一丝碰撞。可跟随的警察越来越多，他不得不选择进入排水渠，利用宽敞的渠道飞驰。眼看直升机即将飞到头顶，他直接一个氮气加速，让直升机望尘莫及。眼看离交货时间仅剩半小时，男人却还在为躲避警察而烦恼。怎料一个不小心撞坏后视镜，男人心疼不已，不断安慰车辆一定给他修好。可车子却耍起了性子，直接原地熄火。焦急的男人不断尝试启动，突然后方出现一辆警车，关键时刻他给了男人一次机会，再一次奔向了逃亡之路。直到将车开上了一座大桥上，男人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，因为前方已经被堵得死死的。无奈的他只能下车查看，正好发现前方拖车后的斜板，于是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赶忙把车向后倒去，在警察赶来之前停了下来。还不等警察发起抓捕，他再一次深踩油门，提高车速。车辆在空中飞翔，然后平稳地降落在地面。随着几次摆动，他直接跨过了所有障碍，就像跨过人生最艰难的坎坷一样。然而，即使他将车送到，但交货时间却晚了12分钟。不管他怎么向老王解释，却依旧没有得到原谅，甚至还遭到对方恶狠狠的一拳。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，没想到对方利用钢爪把男人最爱的野马 GT500直接抓起来销毁。此时，小弟拿枪指着男人脑门，打算现场解决他。突然，弟弟赶来救场，用钢爪解决了那群小弟。男人借机找到了老王，对着他一顿胖揍，发泄自己内心众多的不满。然而在对方逃跑时，竟拿起了手枪进行反击。男人赶忙躲避子弹，却不小心一脚踩空，但还好双手扒住了地板。然而就在他命悬一线时，警察及时赶到，不慎踢倒了一旁的铁棍，这也吸引了老王的注意。最后警察利用地形躲避，但还是被对方打爆一旁的水管，直接逼入了困境。当老王与警察侃侃而谈时，男人突然冲出，一脚将其踢下10几米高空。老王立马就领取了盒饭。警察纠结地看着男人，明明是个偷车贼，却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，这让警察很难选择，因为他知道男人之所以重操旧业，都是为了拯救家人的性命。于是决定放他离开。眼看警长如此有情有义，男人便说出其余车辆的位置。很快风波告一段落，他带着小弟们享受着假期，弟弟却特别腼腆地找到他，递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竟是一把看似普通的车钥匙，而钥匙却是弟弟卖掉自己的车，然后回购了那辆破损的野马。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耀眼，但起码也是弟弟的一份心意。于是给了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毕竟对于偷车贼来说，肯花钱买车当做一份礼物，这是改过自新的开始。至此电影全片结束。喜欢兔子的宝子记得点赞加关注，2025将献出更多好看的电影。